欢迎收看小姐姐的世界地图。今天是我们在威尼斯旅游的第2天，因为昨天已经从火车站那边直接搭船去圣马可，所以今天小姐姐想说可以先逛逛火车站附近，再过去圣马可站那边继续探险。我们沿着火车站旁边那条路沿途逛了下去，发现火车站旁边的街道也非常热闹哦。我们边走边逛，这里有很多商店都可以看一下。后来看到了一个水上巴士站，想说逛得差不多了，所以从这里开始搭船。上船后，小姐姐边拍运河的美景边聊天，突然发现，咦，怎么这里好像刚开始威尼斯火车站的那头？我们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坐反方向了！哇塞，赶快立刻冲下船。之后在与工作人员确认后，我们就继续搭船。这时候很庆幸我们买的是2日票，所以我们可以无限次的搭乘，搭错方向也不担心哦。那现在欣赏运河风景的同时，我们继续分享有关威尼斯的小知识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威尼斯其实并不是直接建造在岛的地表上，而是建造在数百万根以上的木桩上哦。这是因为威尼斯岛的土质不够坚固，无法支撑石造建筑，所以威尼斯人将大量木材打进地底，建立稳固地基后，在木桩上铺设木板，再铺上石灰石板。现今的威尼斯地质下沉跟全球暖化的影响，每年差不多大约会下沉1至2毫米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未来威尼斯可能会面临沉没消失的情形。威尼斯当地政府也在实施计划来避免这件事的发生，所以来到威尼斯，如果来的时间碰到涨潮，很可能地面就会淹水哦。上网查了一下资料，历史记录上最高有淹到 1.94 公尺的高度过哦。接下来我们即将抵达威尼斯著名的老桥，今天我们决定在这站下船，再慢慢逛回圣马可广场。小姐姐中途有查了一下威尼斯嘉年华的时刻表，发现傍晚的时候在圣马可广场上有一个活动，虽然看名字我们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内容，但我们还是想说去一探究竟。其实在威尼斯嘉年华的时候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哦，许多活动都是免费参观的，像是陆上游行、水上游行、歌唱表演、音乐演奏、戏剧演出、街头艺人表演及华丽面具大赛等等，可以参考官网每日的时刻表。但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活动，像是私人宫廷化妆舞会，需要提早购买门票，但价格都不便宜哦。如果在威尼斯嘉年华这段期间，你也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，很多店都有在租借服饰哦，价格会依款式及配件而定，面具可以另外购买，或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麻烦，其实可以买一个小面具就好。路边还有脸部彩绘的摊贩，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帮你在脸上做彩绘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由于今年冬奥在意大利，今年威尼斯嘉年华圣马可广场的舞台装饰也融入了奥林匹克的元素。我们今天碰到的这个活动名称叫做 La Dodicesima Maria， 中文就是第12个玛利亚，或是12玛利亚登台的意思。它源自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威尼斯节庆玛利亚节，这个传统要追溯到西元10世纪的威尼斯。传说中，每年城市会挑选12位贫穷但美丽的年轻女性，名字都叫做 Maria， 城市会帮她们准备嫁妆，让她们可以风光出嫁。但在有一年，就在婚礼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海盗突然闯入，把这12位新娘全部掳走了。威尼斯市民当然不肯罢休，他们出动追赶，最后成功把新娘们都救回来咯。这段故事就成了威尼斯的英雄传说。为了纪念这件事情，威尼斯每年都会举办这个庆典，所以这个就是玛利亚节的起源。所以台上这12位女性，她们象征的不只是美丽而已，她们代表的是女性的力量、新娘的祝福，还有整座城市的荣耀与历史记忆。服装的部分，你可能会发现风格都不太一样，有些看起来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宫廷服，有些带着拜占庭或巴洛克的宫廷风，也有古罗马风格，甚至还有一些带有东方异国情调的设计。这其实完全符合威尼斯的特色，因为这座城市几百年以来一直是东西文化交汇的中心，所以它的艺术跟美学本来就是混合的、多元化的。
主持人用意大利和英文穿插介绍，每一位玛利亚的服饰都各有特色。有很几位服饰小姐姐超级喜欢的，尤其是最右边的几位，非常的有特色。那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位的服装呢？可以在留言区跟小姐姐分享哦。看完表演后，小姐姐在圣马可广场附近逛逛时，很幸运的看到12位玛利亚正好走经过呢，可以近距离的拍到她们，真的超级漂亮的。我们在圣马可广场附近继续欣赏各式各样的嘉年华服装装扮。接下来我们逛回了老桥，想在老桥这里拍夕阳照。老桥又称作里阿尔托桥，它是4座横跨大运河的桥梁之一，也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座桥。这座桥跟一般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桥面上设有2排商店。它建于12世纪，经历了多次木桥倒塌与烧毁。现存的10兆单拱桥由安东尼奥·达庞泰设计。走上老桥，2排都是商店。老桥上也是拍摄运河最美的地点之一。桥上的人真的超级多的，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拍照。要拍出好照片，旁边都没有人的话，就只能慢慢等了。之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夜晚的威尼斯啊，也是超级迷人的。我们随意漫步在威尼斯的小径水道中，感受威尼斯浪漫的氛围。哇，真的是好享受哦！又到了肚子开始哇哇叫的时刻了，小姐姐决定去吃当地朋友推荐的意大利餐厅。问当地人真的准没错哦，真的好吃，而且以威尼斯来讲，这个餐厅的价位也算非常合理的。这次我们点了开心果炖饭和威尼斯必吃的墨鱼面。墨鱼面在意大利沿海城市非常常见，尤其是威尼斯泻湖区，因为这里盛产新鲜墨鱼。另外一个期待已久的是开心果口味的意大利炖饭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道菜，好特别哦！听说不是所有意大利餐厅都有卖这道哦，因为之前在意大利看到的开心果大部分都是做成甜的食物，很少吃到是做成咸的，所以立刻指定要吃这一道。果然这顿饭味道真的很特别，墨鱼面也蛮不错的，非常新鲜可口。小提醒一下，威尼斯岛上通常消费都会比较高，而且意大利餐厅啊，通常都会再多收一个桌巾费，1人大约2欧到3欧不等，看每一家餐厅而定。所以用餐前可以先和餐厅确认一下会收多少桌巾费哦。吃饱饭后，小姐姐们就在附近散步了一下，欣赏威尼斯的夜景，顺便消化了一下刚刚吃的食物。之后逛得差不多了后，我们就准备搭船回去了。夜晚的灯光打在河面上，超级美的耶！威尼斯真的是一个浪漫水都，很推荐大家来玩。那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边咯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小姐姐影片的话，请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感恩的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